穿越洪荒，我成为先天人族的第一个人。我深知人族不过是未来六圣正道成圣的工具，更是洪荒以后被算计成傀儡的族群。为避免人道未出就被算计成傀儡的结局，于是，在女娲打算命名人族时，我抢先命名。我族名为人族，使他正道成圣的气运机缘不足，而女娲想要找补气运，就打算给我赐名，可我却提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名顾城。但不死心的他又提出，可否让人族尊我为圣母？可以，但你要发下道誓。不然人族不尊不拜，哪怕洪荒天道圣人有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女娲今日在此立下道誓，倘若人族拜我为圣母，我必定。9天之上猛然劈下紫霄神雷，直击女娲头顶。入口。弟子拜见老师。女娲、三清及西方二圣全部跪服。拜见道祖。洪荒无尽大能齐刷刷跪拜，连普通妖兽也匍匐站立。然而我和巫族却是例外，巫族只跪盘古，而我信奉我命，由我不由天。红军并不在意，看向女娲。女娲，道事不可随意，你差点酿成大错。语气平淡，却压着极深的责备。弟子知错。女娲一阵后怕，就在发誓的那一瞬，她感应到了一股连圣人都无法避免的可怕业力扑面而来。顾臣，女娲造人成圣，人族尊女娲为圣母，此乃天命，你为何要阻拦？红军雷音滚滚，如洪钟响彻众人脑海。听到这话，我抬头直视过去，这仙风道骨的老头子可绝对不是什么善茬。见过天道之祖，女娲造人族，但也因人族成圣，这不过就是女娲和人族的利益交换，双方共赢罢了。天道之祖这话过了。瞬间，红军眼神一凝，我叫他天道之祖，而非道祖。他双目化作2道金光，直奔我而来，元神一步跨进命运长河，试图窥探我的秘密。然而触碰的瞬间，命运长河深处，一尊擎天巨人的伟岸虚影，携排山倒海之势缓缓浮现，气势瞬间碾压一切。虚空之上，红军竟一口鲜血吐出，无尽大能满脸骇然，重新审视起人族。6大弟子面色大变，赶忙询问：老师，你没事吧？红军缓缓睁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没事。但他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。堂堂道祖不沾因果，居然在人族命运长河中被强行反噬。顾臣，人族乃是女娲所创，此乃天理。人族著名已让你抢去，这圣母之位就留给女娲。我毫不退让。那就让女娲先发下道誓，否则人族绝对不会拜见圣母。顾臣，休得猖狂！你太放肆了，敢对老师不敬！红军一眼制止了他们。大道50，天眼49，遁去一道，给予众生一线生机。顾臣，你已经拿到了你想要的，为何还要断绝女娲这一线生机？你也太过了。过了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我不过是想给人族求一个安稳罢了。只要心中没有鬼，就算是发下道誓又能如何？如今你却阻拦我让女娲发下道誓，怎么？莫非你们心中真的有鬼？顾臣，你放肆！红军绷不住了，这话直戳他的肺管子。我可是圣人，岂能算计你不成？我心中冷嗤，整个洪荒就你算计最凶，现在好意思说不算计，骗鬼呢？我一步不退。那就让女娲发道誓，又或者你来发下道誓也是一样，欺人太甚！红军终于暴怒，我是道祖，岂能随意发誓？这么说来谈不拢了。说来说去，你们都不愿意发下道誓，那就别怪我掀桌子了。我豁然转身，面对身后的先天人族，高声宣告：我等为人族，自当自强自立，不跪天地，不拜神神。人族的路，人族自己走。此刻开始！轰隆隆，满天怒雷狂响。住口！红军气得胡子发抖。顾臣，你当真以为本座没有其他办法吗？我相信你有，那你尽管试试，但是最多只是让女娲成圣。红军气得直咬牙，木已成舟，大事难改。他快速推演算计着，试图捞取足够的好处。顾臣，人族可以不拜女娲为圣母，人族交由你教化，你可谓人族先贤。我一愣，还有这好事？无尽大能也大感意外，道祖妥协了。但红军接下来的话，直接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本座门下6弟子，你为人族先贤，可为本座门下第7弟子，日后可成圣，为人族圣。洪荒亿万生灵彻底沸腾，道祖亲传，日后成圣，洪荒的格局要彻底变了。三清、女娲、接引和准提皆是面色大变。女娲急得大吼：“老师不可！老师，人族若是不拜我为圣母，我当如何成圣？”住
住口！红军也憋着一肚子火，造个人都能出差错，还有脸闹？顾晨，你以为如何？我毫不犹豫地摇头。我觉得不如何。顾晨，够了，本座已经退了一步，你到底还要如何？红军狂怒，周身无风自动，道袍猎猎作响。红军，我不愿拜你为师，更不想人族受尔等摆布。我死死盯着他，除非你发下道誓，否则人族绝无退后的可能。就算是人族俱灭，也绝不后退半步。我岂会不知他的算计？一旦入了他的门下，日后只能任他拿捏。所谓的乘胜击远，不过是骗傻子的深坑。混账！红军厉声呵斥：顾晨，你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本座说不得要对你惩戒一番。好啊，来啊，谁怕谁啊！事关人族未来，我半步不退，这是人族唯一的翻身机会。孽障！红军怒喝一声，单手朝我压下，恐怖的圣人法则之力瞬间席卷而来。一个蝼蚁族群，妄想拿捏本座，今日本座就毁了你！轰隆隆，天道之力骤然爆发，我和身后的人族安然无恙，反倒是红军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全场大能彻底疯了。道祖亲自出手，竟然没能伤我分毫。红军更是怒火中烧，当即沟通天道，头顶浮现出造化玉蝶，璀璨的天道法则之力瞬间锁定了我。妖族天庭的帝俊、东皇太一，还有三清里的太清、元始，全都幸灾乐祸，认定我这次必死无疑。唯有通天上前一步，开口劝道：顾晨，各自后退一步，成胜要紧。我做担保，他日我若成胜，必定护你人族周全。你看如何？我朝通天拱手，通天道友客气，如此好意，我顾晨感谢了。但是人族事关重大，我不能就此退步。随即我看向红军，看向洪荒所有大能，扬声高呼：要么发下道誓，人族甘愿拜女娲为圣母，否则人族宁愿神魂俱灭，也不愿意低头，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行。话音落下，我昂首而立，视死如归。好胆！红军一声怒吼，造化玉蝶携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径直朝我压了下来。顾晨，既然你不愿退步，那么本座就把你抹杀，死！给我滚开！我凝聚10万先天人族之气，身后虚影紧握拳头，狠狠砸向造化玉蝶。我在赌他不敢真的灭了所有人族，赌他不敢违逆天道大势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，元始天尊被我这副豁出去的架势气得当场吐血晕厥过去。西方二圣也绷不住了，开口怒骂，我直接一句话怼了回去，直言不屑与无耻之徒对话。这话瞬间戳中了不少大能的心声。鲲鹏、冥河老祖当场站出来附和，把接引准提气得3尸神跳。我更是步步紧逼，让他们发道誓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若是我所言属实，便魂飞魄散，当场把2人逼得哑口无言。紧接着，我当着洪荒所有生灵的面立下道誓：他日西方接引准提胆，敢陷害算计人族，我洪荒第一人顾晨必定踏平西方道场，毁掉西方道统，否则我神魂俱灭！通天连忙开口喝止，有些不悦地劝我注意言辞，我却丝毫不给面子，直接怼了回去，更是点破他日后道统被算计的结局，点醒他转投玄门仙道，本就是对盘古的大不孝。顾晨，住口！红军一声震天怒吼，彻底坐不住了。我这哪里是怼通天，分明是在泄露天机，更改洪荒大事。他甚至因此收到了天道的警告。造化玉蝶再次浮现，红军真身彻底降临，杀气腾腾地盯着我。顾晨，你太过了！别以为你集齐10万先天人族，本座就杀不了你。再问你一遍，赶紧跪下拜圣母，否则你必死！他心里已经笃定，我必然知晓未来，甚至可能是混沌魔神转世。可是眼前的顾晨不行，顾晨必须要死，又或者必须掌控在自己手中。我这一骂，直接搅动了整个洪荒，就连巫族都听得真真切切，拍手叫好。特别是怒骂三清的时候，说他们放弃盘古正宗，骂他们不孝的时候，12个祖巫那可是直接高兴地跳了起来。还有冥河老祖顾晨这一次怒骂，可是给他报了大仇了。只看到天空之上，天道法则快速集结。顾晨，真以为本座杀不了你吗？方才本座甘愿承受反噬的一击，已经抹掉你这洪荒人族的天道庇护之力。红军这话一出，整个洪荒瞬间哗然，无数生灵脸色大变，都在惊呼人族这次死定了。我凝神感应，心头一沉，人族自带的天道庇护真的被他拼着道基反噬硬生生抹除了。这老东西为了杀我，真是够狠的。顾晨，感受到了吧？本座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跪拜女娲为圣母，你同样可为本座第7名弟子，日后可为人族圣人，否则本座只能把你抹杀。
红军话音落下，天空瞬间变了天，一边是功德金云普照，另一边天罚之眼轰然睁开，灭世神雷的恐怖气息压满了半边洪荒。无数生灵都觉得我必死无疑，纷纷劝我归顺道祖。太清元始接引准提和女娲更是跳出来厉声嘲讽，逼我下跪叩拜。唯有通天看着我眉头紧锁，我之前点醒他的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回荡，他竟不自觉地开始怀疑自己过往的选择是不是真的错了。顾晨，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？红军的声音响彻整个洪荒，我心里门清，他哪是真想收我当弟子，不过是想先稳住我，再找机会弄死我，还不伤及洪荒根基。当下直接回怼，我还真不跪，怎么？莫不成你能强迫我？那你来试试。哼，冥顽不灵！既然你执意如此，今日你跪也得跪，不跪也得跪。红军话音刚落，一把抓过漫天功德金云，就要强行往洪荒人族身上灌。我太清楚这天道功德碰不得，一旦接了，就欠了天道的死因果。人族这辈子都别想挣脱算计。当下怒喝一声，引爆整个人族意志，一拳就把漫天能让人立地成圣的天道功德打得粉碎。这一下，整个洪荒的大能都傻了，无数人扼腕叹息，接引准提更是直呼可惜，念叨着这功德与西方有缘。红军当场气到肺炸，厉声嘶吼：“顾晨，你放肆！”没错，我就是放肆了，你奈我何？都撕破脸了，我没必要给他留半分面子。红军见我看破了他的算计，也不装了，直接下了死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死吧！灭世神雷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气势轰然落下，太清、女娲他们一个个笑得猖狂，纷纷出言嘲讽，说这就是我忤逆他们的代价。就在神雷即将落到我身上的瞬间，我猛地转身，朝着不周山的方向直直跪了下去。这一下，整个洪荒都懵了，红军也愣了，都以为我想通了要服软。可下一秒，红军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一股极致的危机感席卷了他全身。我朗声立誓，声音传遍洪荒每一个角落：盘古大神在上，承蒙盘古大神开天辟地，造就这璀璨洪荒，无尽生灵无一不对盘古大神感恩戴德。今日人族有难，还望盘古大神出手相救，庇护我人族不遭欺凌。我顾晨，洪荒人族第一人，秉承盘古大神恩惠，在此立誓，日后人族必定百倍奉还，还望盘古大神救我们人族，人族永生永世，必定不忘盘古大恩。这话一出，整个洪荒彻底震动。谁也没想到，我最后的底牌居然是请动早已陨落的盘古大神。下一秒，一股恐怖到无法形容的威压从不周山轰然爆发，瞬间笼罩整个洪荒。无尽大能被这威压压得匍匐在地，动弹不得。红军当场口吐鲜血，直挺挺跪了下去。三清女娲接引准提更是直接被砸落在地，连头都抬不起来，只能颤声高呼拜见盘古大神。天罚之眼在盘古意志面前瞬间崩裂出无数裂痕。红军疯了一样祭出造化玉蝶，嘶吼道：“盘古，你已经陨落，为何还要干涉洪荒？”可回应他的只有盘古意志更盛的怒火。红军又被震得一口鲜血喷出，不周山之上已然浮现出一尊擎天巨人的虚影，手持开天斧，就要斩断人族身上的所有因果。红军彻底慌了，一声大吼传遍混沌：“不好！尔等还不快快出手镇压盘古，否则尔等必定身死道消！”轰隆一声，混沌深处数道混沌魔神的气息瞬间降临，杨柳大神等残存的混沌魔神尽数现身，联手红军朝着盘古虚影攻了过去。可仅仅一个照面，他们就被盘古意志震得节节败退。红军只能拼尽全力祭出造化玉蝶，护住洪荒。所有混沌魔神尽数显化本体，死死缠住盘古意志。就在他们缠斗的瞬间，我眼睛一亮，机会来了！我立刻转身，对着身后10万先天人族厉声高呼，声音滚滚如雷：“我顾晨，洪荒先天人族第一人，今日昭告洪荒无尽生灵，今日我顾晨欲要斩断人族与女娲羁绊，人族一切由我挑起。人族……”可话还没说完，一道裹挟着滔天恨意的攻击直奔我面门而来。1111 Novel Contente 222TXT。是女娲，我断了她的成圣机缘，她早就对我恨之入骨，此刻居然趁着盘古被缠住，直接对我下了死手。我心里暗骂一声，算漏了这个疯女人，当下不敢怠慢，瞬间集齐10万先天人族的全部气运与意志，显化出一尊擎天巨人虚影，硬生生迎上了女娲的攻击。轰然一声巨响，我和女娲同时被震得两败俱伤，整个洪荒的大能都看傻了。谁也没想到，我一介凡人之躯，居然能和女娲正面硬汉，还打得她措手不及。女娲彻底红了眼，转头对着太清他们嘶吼：“各位师兄弟助我一臂之力，
灭杀顾晨，人族气运尔等共享。这话一出，太清元始接引准提，瞬间两眼放光，齐齐出手，太极图铺天盖地而来，死死罩住10万先天人族，强行压制人族气运。盘古幡紧随其后，狠狠砸在我显化的巨人头顶，要斩断我和人族的连接。我被2大先天至宝压制，七窍流血，浑身筋骨欲裂，可我没有半分退缩。今日就算是死，我也要给人族烙下永不屈服的自强烙印。我一口心头血喷出，对着整个洪荒厉声厉誓：我以洪荒先天第一人顾晨，在此昭告洪荒，在此唤醒人族，人族自强自立，不尊天地。我顾晨在此立下血誓，若生，我当为人族之师，教化人族，必定带领人族排除万难，奋发图强，为人族崛起之路扫平四夷。我若死，必当化身人族之魂，护佑人族万事太平，天地人鬼神共建之。血誓立！轰隆隆，冥冥之中自有感应，那滴心头血瞬间化作无数符文，烙印进了每一个人族的灵魂深处。洪荒大能瞬间炸了，他们都看明白了，我这是就算死，也要给他们未来挖个大坑。一个个疯了一样催动法宝，要打断我的血誓。就在这时，12祖巫也动了，他们感受到了父神的意志，瞬间联手凝练出盘古真身，一声咆哮，朝着困住他们的周天星斗大阵狠狠劈了过去。无数妖族当场爆体而亡，周天星斗大阵摇摇欲坠。女娲他们彻底慌了，一旦巫族借盘古意志赢了巫妖大战，他们所有的谋划都将化为泡影。当下立刻下定决心，先杀我。太极图、盘古幡、七宝妙术、功德金莲、山河社稷图，所有先天至宝齐齐爆发，瞬间粉碎了我凝聚的人族意志。10万先天人族尽数被震得口吐鲜血，人族气运金龙更是被女娲当场打散。女娲不顾反噬，疯了一样朝着我冲了过来。我被太极图定住全身，盘古幡斩断了我和人族的连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攻击近在咫尺，心里泛起一丝无力。难道我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？砰的一声，女娲的攻击结结实实打在了我身上，可预想中的生死道消并没有到来，反而一股滔天的杀伐之气瞬间席卷了整个天地。4把擎天巨剑凭空出现，定住四方天地，无尽杀戮剑意瞬间铺开，直接隔绝出一片独立空间，是诛仙剑阵。诛仙剑阵，通天，你在作甚？太清、元始他们瞬间疯了，厉声嘶吼。无尽杀气之中，一道身影缓步走出，正是通天教主。元始气得3尸神跳，怒声喝骂：通天，你疯了！居然阻拦我们杀顾晨！你这是要断了女娲成圣之路，忤逆老师，与上天为敌！可通天只是抬眼，目光扫过众人，声音掷地有声：人族既然已经出现，便有存在的道理。万事万物都有一线生机，尔等强行抹杀人族，实在太过了。太清他们彻底慌了，谁都知道诛仙4剑在手，通天就是圣人之下第一人，一挑4都不在话下。可通天根本不给他们多说的机会，诛仙4剑光芒暴涨，无尽杀戮剑意彻底爆发。人族，今日我通天保了，尔等谁不服，尽管一战。这一下整个洪荒都震了。红军在混沌中缠住盘古意志，看到这一幕更是恨意冲天，疯狂传音给太清他们，务必击杀我。太清彻底寒了心，对着通天怒喝：通天，为兄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与我和元始为敌？通天面不改色，只回了一句：废话少说，要么退，要么打。太清气得双目赤红，厉声嘶吼：好得很！既然如此，我们3清情谊到此为止。话音落，他立刻转头对着元始接引准提下令：我等4个出手，拖住诛仙剑阵，女娲师妹击杀顾晨交给你了。好。女娲应声，眼中杀意暴涨，再次朝着我冲了过来。顾晨，如今没人护着你，拿命来！女娲化作一道红芒，直奔我而来。女娲，你敢！通天怒喝一声，祭出清平剑直扑女娲，同时给我传音：顾晨，通天能力有限，只能为你争取这一丝生机，剩下的就要看你造化了。多谢。我话音刚落，女娲的红绣球已经死死挡住清平剑，山河社稷图携着毁天灭地的威势，径直朝我压来。顾晨，去死吧！轰隆隆，整个东海之滨瞬间被巨阵席卷。我在爆炸的气浪里冷笑出声：女娲，你真以为你吃定我了？没有了2大先天至宝助阵，我看你如何杀我！下一秒，我借10万先天人族的恐怖意志，加持整个人族气运，化作1000丈金色巨人冲天而起，一掌就朝女娲拍了过去。什么？砰！我一巴掌直接拍飞他的山河设计图。女娲，来战！这一刻，我的愤怒冲到了顶点。金色巨人再次暴涨，周身爆发的金光直接压过了周天星辰的光辉，整个东海之滨被照得亮如白昼。不远处，6大未来圣人脸色巨变，就连在不周山缠斗的红军也暗道不好，气得险些吐血。他看出来了，人道金龙选了我，
我才能这般随心所欲调动整个人族气运。与此同时，天庭上操控周天星斗大阵的帝俊和东皇太一也慌了神。我的金光直接压制了周天星斗，人族气运爆发，不仅削弱了大阵，还让对面巫族的战斗力一路飙升。12组巫抓住机会，合力凝聚盘古真身，全力一击轰向摇摇欲坠的大阵。东皇太一慌忙抛出东皇钟，稳住阵脚，可已经晚了。12组巫直接燃烧祖巫精血，盘古真身携着开天斧魂，一斧头狠狠劈下，轰隆隆，周天星斗大阵被瞬间劈开，恐怖的爆炸席卷四方，东海掀起1万里海啸，整个洪荒都在剧烈颤抖，诛仙剑阵当场爆开，通天被震得口吐鲜血，女娲更是险些三花散去。我凝聚的人族意志金身也被凄朗摧毁，10万先天人族齐齐负伤，人族气运耗去大半。可所有人都没想到，爆炸过后，盘古真身竟稳稳立在东海之滨，没有半分倒塌的迹象。不等众人回过神，不周山上的盘古意志瞬间冲破红军和一众混沌魔神的封锁，燃烧自身意志，强行降临到祖巫真身之上，天地瞬间陷入黑暗，灭世神雷滚滚落下。一尊顶天立地的独臂大汉缓缓睁开眼，单手握着开天神斧，目光扫过之处，大道都在震颤。三清当场跪倒在地，迎来的却是盘古一声愤怒的冷哼。三人瞬间口吐鲜血。盘古一眼看穿了命运长河，看清了巫族与人族未来的下场，一怒之下直接搅动命运长河，滔天巨浪翻涌而起，红军彻底慌了，当场燃烧元神精血，催动造化玉蝶裹住整个洪荒，带着一众混沌魔神冲进命运长河阻拦，嘶吼着让盘古住手。盘古住手！你已经陨落，为何还要出现？洪荒由你开辟，难道你要毁了这洪荒吗？看看你的巫族后裔，你若继续加持盘古真身，12族必定会因你彻底灭亡。还有人族已经和巫族气运相连，你真的要玉石俱焚吗？就在这时，盘古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，两道金光穿透黑暗与我对视。那一瞬间，他看清了我的前世今生，我也看到了他的一生，还有命运长河里被篡改的一切。一声悠长的叹息从盘古口中响起。红军见状，立刻咬牙给出条件：盘古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，古城可为人族之师。今日过后，各凭手段，你不得干涉，否则我红军宁愿玉石俱焚。这话一出，整个洪荒的大能都傻了眼。女娲急得开口想拦，却被红军厉声喝止。红军又补了一句，说女娲造人有功，成圣已是定局。他已经退了一步，让盘古不要步步紧逼。对峙片刻，盘古意志缓缓消散，临走前又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盘古真身随之瓦解，12组巫跌落在地，个个油尽灯枯，苍老不堪。红军强撑着惨白的脸色，挥手抚平洪荒大地的创伤，当场定下规矩：万年之内，巫妖不得再起大战。紧接着，他强行将剩余的造人功德灌注到女娲体内，助她当场打破准圣极限，一步跨入圣人境界，元神寄托天道。天地间仙乐齐鸣，功德金雨落下，妖族气运瞬间暴涨，直接反超巫族。洪荒无尽生灵纷纷跪拜，唯有我人族与巫族巍然不动。女娲成圣的瞬间，终于反应过来，之前我逼她答应的3个条件全是算计，当场气得脸色大变，指着我怒喝：顾晨，你坑我！原来之前的条件都是你在算计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缓缓站起身，嗤笑一声：怎么这才反应过来？你也太笨了！你什么你？我直接打断他，想要好处又不想出力，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女娲，你这是又当又立！女娲当场暴怒，抬手就要朝我拍来，却被红军厉声喝止。红军恨我恨得牙痒，却怕再惹出盘古意志，只能勒令女娲成圣后去33天外开辟道场，无事不得入洪荒。随后他转头看向我，开始甩锅，说洪荒今日的惨状全因我而起，又假惺惺地说我为人族争到了一线生机，可封我为人族之师，还能收我入他门下做第7位弟子，前提是我不得更改大事。我当场就笑了，直接怼了回去：人族之师无需你来赐予，我为人族先天第一人，本就有教化人族之责，用不着你加好心。至于做你的弟子，你想太多了。我洪荒人族人人如龙，区区道祖门徒还入不了我的眼。红军被我怼得吹胡子瞪眼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一字一句放话：红军，你给我听着，人族之事自当人族自己解决，好好约束你的门下弟子。倘若胆敢打人族的主意，不管是谁，我必定将他挫骨扬灰。就算是圣人也不行，哪怕是玉石俱焚，洪荒破碎。滔天杀气直冲云霄，红军死死攥着拳，最终只能咬牙放下一句：各凭手段，说紫霄宫第7位弟子的位置永远给我留着。随即带着一众弟子转身离去。我鬼使神差地对着身旁的通天喊了一句：通天道友，玄门仙道没搞头的，还是修行盘古大道吧。
刚才你也看见了，一道盘古意志就让红军变成狗。话音刚落，就看见远处的红军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在地，转头对着我怒喝一声：“顾晨，你住口！”随即带着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松了口气，这场死战终究是我为人族挣到了一线生机。这时12祖巫之首帝江拖着疲惫苍老的身躯走了过来，跟我说人族可放心发展，但凡有需要，巫族就算豁出一切也会保人族周全。我谢过他的好意，约定安置好人族后便去祖巫神殿拜访。看着12祖巫离去的背影，我转头看向身后的10万先天人族，张开双臂高声呼喊：族人们，今日一战，我们告诉了洪荒众生，人族不可欺，我们争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线生机，可能不能守住，还要靠我们自己。我凝聚人族气运，对着整个洪荒昭告：我顾晨，洪荒先天人族第一人，在此昭告洪荒天下，我当为人族之师，人族由我守护，人族由我教化，我生定当发展人族，扫平一切人族发展障碍，我死必定化身人族之魂，守护人族万事太平，天地人鬼神共建之。话音落下，10万先天人族齐齐跪地高呼：拜见人师！人族气运瞬间暴涨，不仅补全了之前的损耗，更是一举突破原有高度，连带着巫族气运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就在这时，无尽天道功德金光从天而降，直奔我而来，比女娲造人时降下的功德还要庞大。洪荒所有大能都看红了眼，我却一声冷哼，催动金色巨人一拳打出，直接将漫天功德打散。哼！区区天道功德也敢造次，看来我刚才说的话你当成放屁。天空瞬间乌云密布，滚滚雷云凝聚，灭世天罚，蓄势待发。我傲立苍穹，丝毫不惧。人族之事，人族自己说了算，无需他人怜悯。我很清楚，一旦接下这功德，人族就会被天道彻底绑死，之前所有的拼死抗争都将白费。昭告完毕，我收起气息，顺手收走了地上最后一团9天息壤，心里暗笑：红军，我迟早给你准备个大惊喜。看着被大战打得千疮百孔的东海之滨，我心里清楚，人族根基受损，实力孱弱，不能再留在这里。随即大手一挥，带着全族往不周山迁移。一路上洪荒各族纷纷避让，甚至主动示好帮忙，都被我一一回绝。人族的崛起之路必须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。而此时的紫霄宫内早已是怨声载道，女娲率先发难，哭着喊着要红军为她主持公道，说我害她险些不能成圣，还丢了大半人族气运。太清元始、接引准提也纷纷附和，抱怨我断了他们的成圣机缘，不遵天命，大逆不道。红军睁开眼，厉声喝止了众人，沉声说道：人族打开一线生机，这是他们的机缘，尔等不必再说。如今洪荒命运长河混乱，至少需要万年才能梳理，这段时间便是尔等的成圣之机。万年之后，所有变数都将成为定数，尔等可要好好把握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如今最大的变数依旧是人族，人族顾晨更是变数之中的艺术。洪荒想要发展，尔等道统想要昌盛，都与人族脱不开关系。元始连忙追问解救之法，红军眼中寒光一闪，缓缓吐出一句话：让一切变数和艺术回归定数。然而这话说出来，这些弟子却是感觉到不对。我的本意就是想要跳出定数，只听得红军说道：然顾晨凝聚人族气运，加持人族意志，以自身鲜血发下誓言，从而引动人道提前感应，放出人道金龙。顾晨若无意外发生，必定是未来人道之祖。话音落下，紫霄宫内轰然炸响。太清第一个跳出来反对，女娲、元始、接引准提紧随其后。他们都清楚，我若成了人道之祖，人族便由我一言而决，就连天道都插不上手。尤其是因人族成圣的女娲，更是怕被我彻底拿捏。老师可有破解之法？红军眼泛金光，给出了答案：争夺人族气运，不让顾晨成为人道之祖，让人族变数成定数，麻烦自解。他还暗中点名，要么让10万先天人族死绝，要么让他们转投众圣道统。众人瞬间倒吸凉气，又怕沾上人族绑定的巫族因果，毕竟就连红军都曾被盘古意志打得半死。如今命运混乱，天机不显，只要做得不过火，便无妨。红军这话相当于给他们开了杀人夺运的绿灯，更是明言万年之内天道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众人应声退去，红军却单独留下了通天。他先是拿父神盘古绑定的洪荒大势绑架通天，怕通天站在我这边坏了他的算计，随后竟拿出一道鸿蒙紫气，许诺给我留他门下第7弟子的位置，只要我不更改大势，便不阻拦人族发展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哪里是赐福，
分明是给我挖的死坑，想用鸿蒙紫气引动洪荒众生来抢，把人族拖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而这一切，我100年之后才彻底感知到。这100年里，我带着人族一路迁移，一边繁衍生息，让人族壮大到数十万之众，一边给所有族人烙印下自强不屈的精神。整个人族万众一心，直到我们抵达不周山山脚，冲天霞光骤然爆发，一道金色光柱直破天际，人道金龙咆哮出声，整个人族气运疯狂暴涨，一举压过了有圣人坐镇的妖族。就连和我们气运相连的巫族也跟着水涨船高，12组巫亏空的力量尽数回归，整个洪荒都被惊动了。女娲看着我们暴涨的气运，嫉妒的目眦欲裂。妖族天庭的帝俊和太一气得恨不得立刻带兵屠了人族，就连太清也瞬间感应到了乘胜机缘，化作流光直奔不周山而来。紫霄宫内的红军更是脸色大变，他怕人族气运彻底起来，巫妖亮劫会变成人巫联手灭妖，到时候不仅斩不掉盘古因果，还会让盘古重生，他的所有算计都将成空。他拼着耗损本命精血，将造化玉蝶狠狠砸进命运长河，联手天道之力强行镇压，这才勉强稳住了暴涨的人族气运。而远在不周山的我，心口骤然一闷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我瞬间明悟，是红军在背后搞鬼，当即仰天长啸，滔天杀意席卷天地。我一拳轰向虚空，想要打破壁垒，冲进命运长河，却徒劳无功。只恨人族无圣，人道不出，处处受制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破空而来，张口便是：吴太清，道祖首徒，今日教化。我瞬间火上浇油，直接暴走。正愁没处发泄被红军压制的怒火，就有人送上门来抢人族气运，想立人教把人族变成天道傀儡，找死！我二话不说，一掌裹挟整个人族的磅礴气运从天而降，当场把猝不及防的太清狠狠拍进了地里。你住手！住口！我杀意暴涨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干掉太清，绝不能让他的算计得逞，绝不能让人族万劫不复。我引动数十万族人的共同意志，凝聚出一尊擎天金色巨人，无尽人族杀伐意志汇聚，在巨人手中凝成一柄猩红长枪。枪身现世的瞬间，万里晴空瞬间被杀意染黑。洪荒所有大能都以为是传说中的弑神枪，只有精通杀伐之道的通天一眼看穿，这是整个人族的杀戮意志所化。太清，受死！我持枪直冲太清，招招都是同归于尽的死手，一枪便将他打得气血翻涌。若非先天至宝自动护主，他当场就要被我洞穿胸膛。太清被逼得祭出先天至宝太极图，展开绝对防御。我见状，直接点燃了人族气运，熊熊气运之火在我周身燃烧，和他死磕到底。洪荒所有大能都骂我是疯子，放着滔天气运不用，非要烧掉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我本就没打算靠气运苟活，我是以气运为养料，锤炼人族意志，凝练专属人族的杀伐圣气，走一条不依附天道、不仰仗气运，只靠双拳一枪便能杀出一片天地的以立正道之路。红军在紫霄宫看得目眦欲裂，却又按捺住了出手的心思，等着我气运燃尽自寻死路。元始接引准提也纷纷降下投影，或是呵斥，或是假意劝说，实则都想分一杯人族气运的羹。我冷哼一声，一枪横扫，直接打爆了他们的投影，放话出去：再有谁敢染指人族，我必打上他的老巢，取他首级！通天也降下投影，好言相劝。我只回了一句：通天道友给个面子，人族之事人族自己解决。他瞬间愣住，看着我决绝的神情，最终只留下一句承诺：倘若你战败，我通天就算燃烧盘古元神，也必定保你一命。便收了投影，不再插手。我和太清的决战彻底爆发，他手段齐出，太极图、天地玄黄、玲珑塔两大至宝轮番上阵。我凭着人族意志和杀伐之枪，和他打得天昏地暗，山川崩裂。许久之后，我们双双阵退，他头发凌乱，气血翻涌，狼狈不堪。我胸口被打出个血窟窿，浑身是伤，杀伐之枪也崩出了缺口。人族气运更是耗损严重，我很清楚太极图防御无双，单凭我自己根本破不了他的防。我猛然抬眼看向祖屋神殿，和早已蓄势待发的12祖屋对上了视线，一声震天大吼：太清今日必死！都天神煞，助我抢太极图！好，12祖屋没有半分犹豫，瞬间显化真身，纵身跃到战场之上，直接布下12都天神煞大阵。盘古真身轰然降临，开天第一式携着毁天灭地的威势，狠狠朝着太清砸了下去。太清瞬间慌了神，拼了命催动太极图，抵挡盘古真身的全力一击。所有心神都被死死牵制，再也分不出半分精力防备我。就是现在，我燃尽最后一丝人族气运，引动整个人族的不屈意志，硬生生破开红军布下的天威，化作一道猩红流光，高举杀伐之枪，趁着太清门户大开的瞬间，狠狠一枪扎进了他的胸膛。不，顾晨，你真敢杀我！老师救我！元始，通天救我！可盘古真身在前，天道威压被我破开，谁也不敢踏足这必死的战场。我说过，谁敢打人族的主意，谁就必死！我放声怒吼，催动杀伐之枪，无尽人族杀意轰然爆发，当场将太清的肉身与元神炸得粉碎。道族首徒太清，今日陨于我顾晨之手，
陨于人族的枪下。我高举凝实的杀伐之枪，声震洪荒，穿透33天，响彻在每一个生灵的灵魂深处。犯我人族，虽远必诛！整个洪荒陷入死寂，所有大能都被这一幕吓破了胆，再也不敢对人族起半分觊觎之心。元始、女娲等人更是心头巨震，连呼吸都屏住了。就在这时，通天猛然睁开双眼，着急的吼声瞬间传遍整个洪荒。顾晨，小心！一道急切的声音响彻洪荒，只看到太清被杀的地方瞬间雷霆大作，一道道混沌的气息爆发开来。顾晨，你想得太天真了，想要杀我，你还太嫩。我脸色大变，只见一道元神裹挟着陌生又熟悉的恐怖气息直冲而来，那股气息瞬间让我汗毛倒竖，嗅到了极致的危险。轰隆隆，平地一声惊雷炸响，我被震得一口鲜血狂喷，整个人倒飞出去，狠狠砸进洪荒大地。该死，千算万算，终究是漏了一茬！我不甘的怒吼瞬间想通了关键，三清乃是盘古元神所化，盘古不灭，元神不死。太清已然再次复活，单手一抓，先天至宝太极图便呼啸而来。顾晨，你杀我一次，我就杀你一次，不过分吧？话音未落，他便裹挟着滔天威势朝我抓来，周身满是暴虐的盘古气息，连盘古真身都能瞬间崩碎。周遭无尽大能尽数色变，纷纷惊呼：这根本不是太清的气息，而是盘古的气息。就在太极图即将落下的瞬间，一道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袭来。太清，住手！红军的投影直接降临洪荒，恐怖天威瞬间席卷天地。老师，顾晨居然敢杀我，这是奇耻大辱！今日顾晨必破！不等太清把话说完，红军便一巴掌将他强行按在地上，先声夺人怒喝，他大逆不道，天道之力化作锁链，瞬间将太清牢牢困住。可他转头看向我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顾晨，你够了！太清已经被你击杀一次，你也要适可而止。本座说过，万年之内不得起争端，尔等人族居然不听本座之言，实在该罚。他单手一抓，无尽雷霆化作封印，直奔我而来，要将我封印万年。刹那间，我浑身仿佛被万钧之力锁住，一口鲜血再次喷出。我心里门清，这老东西就是借着这个由头，想趁人道气运跌落的时机镇压人族。我猛然转头看向12祖屋，放声大吼：盘古惊血，借我一用！好，12祖屋没有半分犹豫，红军当场脸色大变，厉声喝止：顾晨，你敢！哈哈哈，有何不敢？给我破！瞬息之间，天道锁链被我直接崩断。我再次冲了出来，怒视红军：红军，你想镇压我，你还差得远。可我知道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当即金光大作，一口精血吐出，与巫族精血相融，对着全人族振臂立誓。所有人族听着，此刻开始，人族与巫族生死与共，血脉相连，福祸相依，血誓为证。红军彻底急了，疯狂喝止我。可12祖屋立刻跟上，对着天地立誓，愿与人族血脉相连，荣辱与共。轰隆隆，天地间雷运滚滚，天罚之眼现世，盘古的恐怖威压从不周山席卷而来。红军厉声喊话威胁，却被盘古意志一击震得口吐鲜血。盘古意志虽未苏醒，却认下了这人无血誓。红军气急败坏，却不肯就此罢休，反手一挥，无尽天道功德直奔太清而去。太清成圣之机已到，此时不成圣，更待何时？太清瞬间明悟，当即昭告洪荒：吾太清今日创立人教，道号道德天尊，以先天至宝太极图镇压气运，人教立。无尽金光落下，天地异象丛生，太清就此成圣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瞬间彻底明白过来，这从头到尾都是红军的算计。他就是要借我的手杀太清一次，让我欠下因果，再以此为筹码和盘古意志谈判，顺理成章推太清成圣，甚至借机消耗人族气运。我千防万防，终究还是被这老东西当成了枪使。可还没等我有所动作，天地间再次响起昭告之声：吾三清元始今日有感，创立阐教，以盘古幡镇压阐教气运，帮助洪荒生灵阐述天道治理，道号元始天尊，阐教立。吾三清通天今日创立截教，为洪荒众生截取天地万物一线生机，道号通天教主，以诛仙四剑镇压气运，截教立。紧接着，西方的接引与准提也接连发下宏愿，就此成圣。一日之内，武圣临世，整个洪荒都为之震动。红军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语气带着嘲讽：顾晨，本座门下弟子都已成圣，而你依旧还是蝼蚁。如今人族气运见底，你若不想人族死绝，本座门下第7位弟子依旧给你留着。滚！我一声咆哮，胸腔里的憋屈几乎要炸开。就在这时，通天教主的传音突然在我脑海中响起：顾晨，人族气运并未分走，10万先天人族不死，人族气运谁也无法算计。我等之所以成圣，
乃是之前你打散的天道功德加持。我瞬间醍醐灌顶，原来如此。之前我2次打散的造人功德游离在天地间，红军早就布好了局，就等我这个契机，将这些功德尽数给了三清与西方2圣，这才有了1日5圣。而通天的话也给我指了一条明路，保住10万先天人族，就是保住人族的根基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先安顿好人族，随即直奔祖屋神殿。12祖屋早已在殿外等候，我直言来意。一是请巫族庇护10万先天人族，二是想借鉴巫族的九转玄功，创出属于人族自己的功法，要在万年之内让人族也拥有自己的圣人。12祖屋没有半分推脱，不仅一口应下庇护人族的承诺，更是直接在神殿之中为我演化九转玄功与都天神煞大阵。这一演化便是200年，我从懵懂无知到彻底摸透其中精髓，终于找到了人族功法的方向。200年后，我走出祖屋神殿，只见不周山脚下的人族已经繁衍到近1000万之数，气运不仅补全了之前的亏空，甚至还暴涨了一大截。可我也清楚，若是功法再不现世，1000年之内10万先天人族便会寿元耗尽，到时候人族气运必然会被天道瓜分。我安顿好族人，一步跨出千里，直奔洪荒深处，朗声昭告天地：通天道友，人族故臣有事相求，还望出来一见。我的声音瞬间响彻整个洪荒，无数大能纷纷侧目。可不等通天回应，9天之上便落下一道遮天掌印，太清圣人的法身直接降临，怒喝着要将我灭杀。但我怕你不成！我双眼一凝，照出杀伐之枪，径直朝着那掌印冲了上去。轰然巨响，虚空炸裂，我一口鲜血喷出。可对面的太清竟然也被反噬的口吐鲜血，脸色瞬间煞白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周遭大能尽数哗然，谁也没想到我竟能以凡人之躯硬刚成圣的太清，甚至让他吃了亏。我战意不降反升，万丈金身轰然爆发，滔天杀意席卷整个洪荒。太清，真以为你成圣就无法无天？我能杀你1次，就能杀你第2次，就算你成圣，我也一样敢杀。太清彻底暴走，他本就阴人交空有其名，没捞到半分人族气运而颜面尽失，如今被我当众截短，当即全力出手，恐怖的圣威压得整个洪荒生灵都在颤抖。我调动所有人族气运迎了上去，再次与他轰然对撞，两人双双口吐鲜血，暴退千里。直到这时，太清才反应过来，他立人教掌教化人族之名，如今出手杀人族，直接被教义反噬，脸色绿得发黑，眼看单杀不了我，太清当即转头求援：各位师兄弟，还望助我一臂之力，灭杀故臣，人族气运平分。大兄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下一秒，盘古幡撕裂天地，元始天尊应声降临。还有本圣。女娲展开山河设计图，瞬间锁死我的退路，厉声斥责我大逆不道。接引与准提也随即现身，一唱一和的要我归顺西方。五圣临世，将我团团围住，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就在这时，一股足以撕裂天地的杀伐之气席卷而来，通天教主的真身轰然降临。诛仙剑阵起！随着他一声怒喝，诛仙4剑瞬间布下大阵，恐怖的剑气直冲云霄，整个洪荒的气氛瞬间被推到顶点。通天，你混账！你可是圣人，你居然要帮着顾臣！元始怒目圆睁，厉声斥责他忤逆老师，忤逆天道。可通天根本不把他们的威胁放在眼里，冷喝一声：都给本圣滚，否则本圣的诛仙剑阵说不得要屠圣。尔等若是不信，那就试试看。可对面毕竟有5圣4圣便可破诛仙剑阵，剩下1圣足以取我性命，局势依旧凶险。我转头看向身边的通天，朗声开口：教主放心，想要杀我人族没那么容易。教主今日难得有机会，不妨你我联手干掉1圣。这话一出，整个洪荒瞬间死寂，无数大能倒吸一口凉气。对面的5圣也纷纷脸色大变。通天先是一愣，随即看向我，眼中燃起了滔天战意。哼，有何不敢？既然人师以凡人之躯都敢硬刚诸天众圣，我通天教主岂能怕了？此刻通天教主神情激动，他们早就看这些杂碎不顺眼了。若能真的干掉1圣，那实在太好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放手一战。我瞬间拔高声势，燃动人族气运，滔天杀气席卷洪荒，厉声喝问：谁来受死？我送他上路。七圣太甚，顾臣，我原是来会一会你。话音未落，盘古幡携毁天灭地之势直冲我面门。来得好，今日我就屠圣！我一声龙吟震彻天地，元始天尊脸色骤变，失声惊呼：不好，人道金龙！他瞬间慌了神，本以为挑了个软柿子，没想到撞在了钢板上。洪荒观战的大能也瞬间哗然，都知道人道金龙在手，我真有屠圣的底气。顾臣道有好本事，既然如此，我通天岂能落后？通天教主法力全开，怒喝一声：诛仙剑阵起！剑阵瞬间铺开，太清慌忙祭出太极图定住虚空，女娲接引准提也纷纷祭出至宝全力抵挡，4圣瞬间被剑阵困住。顾臣，4圣我已困住，
元始天尊交由你。好，洪荒之上，大战瞬间爆发，我周身金龙狂舞，追得元始天尊连连闪避，根本不敢正面硬刚。元始天尊，你枉为圣人，连正面对抗都不敢，真是丢脸至极。元始来啊，过来和我打啊！跑什么懦夫！我不断出言刺激，元始天尊气得怒火冲天，可看着我周身的金龙，硬是不敢上前。可没过多久，通天教主率先看出了端倪。不对，这不是人道金龙。紧接着，元始天尊避无可避，硬接了我一击，也瞬间反应过来，若是真的人道金龙，他此刻早已重创。该死！果真不是人道金龙，本圣差点被你骗了。顾晨，拿命来！战局瞬间反转，元始天尊全力出手，我被打得连连口吐鲜血，嘴角却勾起一抹笑，呵呵，被你看透了。不过那又如何？正好用你来当磨刀石。话音落下，我再次提枪冲了上去。元始天尊彻底被激怒，盘古幡全力爆发，镇住人族气运，一直朝我眉心点来，要将我当场格杀。一终究还是被本圣所杀，人族气运归本圣了。元始天尊疯狂大笑，可下一秒，漫天尘埃中，一股更为恐怖的气势冲天而起。我化身金色战神拔地而起，周身人族气运非但没降，反而一路暴涨，直接突破了此前的上限。就连红军都因造化玉蝶遭到反噬，瞬间遁入命运长河。元始，来战！我一声暴喝，气势攀升至顶点，身化龙影直冲元始天尊而去。双方在虚空之上疯狂对轰，我虽被打得狼狈不堪，金身从万丈被打至千丈，周身金龙虚影缩至百丈，可道运却愈发凝练，武道雏形愈发清晰。直到这时，通天教主才彻底看明白，朗声叹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顾晨，你真是好魄力，我通天自愧不如。”这哪里是什么人道金龙，分明是我以人族气运锤炼出的人族道统。元始天尊也瞬间反应过来，自己居然被人当成了打磨道统的磨刀石，当场气到破防，直接引动天道之力，要将我和人族道统一同抹杀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骤然降临，瞬间压下了元始天尊的攻势。天地间金光洒落，龙凤异象齐出，红军道祖现身了。拜见道祖，众圣齐齐行礼。红军言出法随，喝止了战局。都住手吧！我的千丈金身瞬间崩碎，可周身的道统金龙却依旧发出不屈的咆哮。红军一声闷哼，才将其震散。我当场喷出一口鲜血。顾晨，住口！红军厉声呵斥，转头看向我。顾晨本座门下第7位弟子，你可考虑好了？我呵呵一笑，看着他眼底暗藏的警告，朗声回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天道圣人，狗都不当。”红军瞬间破防，差点当场失态，一众圣人也惊得险些站不稳。好，顾晨，你真有本事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各凭手段。本座相信你一定会是本座的第7弟子。红军撂下狠话，身形瞬间消失，其余圣人也纷纷放狠话散去。虚空之上，只剩我和通天教主。顾晨，请吧，到我道场一叙。通天教主单手一招，一道直通金鳌岛的金色大门出现在眼前。我压下心头诧异，一脚踏了进去。金鳌岛上万仙来朝，无数生灵跪拜，场面何其壮观。落座之后，通天教主率先开口：“顾晨道友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短短200年，居然能够自创道统，哈哈哈！通天教主客气了，不过些许雏形罢了。只可惜关键时刻被红军打断，没能彻底完善。对了，敢问人师，你这道统如何称呼？暂且命名为武道，真武大道，观武巫族九转玄功，盘古演化洪荒所创，只是尚未完善，还需教主相助。通天教主闻言大惊，连忙问我需要如何相助。我已观摩过巫族九转玄功，知晓教主乃是盘古元神所化，还望教主能为我演化九转元功，供我观摩印证。好，我这就与你演化。通天教主二话不说，直接催动诛仙剑阵，笼罩整个金鳌岛，隔绝了外界所有窥探，当场为我演化九转元功。我凝神观摩，以其印证自身武道。转眼便是100年，100年之后，金鳌岛上爆发恐怖气势，我的武道终于再进一步，周身道运流转，金龙盘旋。我当即对着通天教主躬身行礼，多谢教主，人族道统再进一步。无妨，能够帮助人师，乃我通天幸运。随后，我将武道的核心要义尽数告知通天教主。他听完面色大变，对我的魄力愈发佩服。交谈间，通天教主忽然提起红军曾单独找过他，让他劝我拜入紫霄宫，还拿出了一缕鸿蒙紫气作为筹码。说着，他手中便出现了一缕鸿蒙紫气。我心头一震，瞬间猜到了红军的算计。可不等我反应，那缕鸿蒙紫气骤然爆发，直冲我体内而来。人师小心！通天教主慌忙出手镇压，却被直接弹开，紫气瞬间冲进了我的身体。该死！
快帮我镇压这道鸿蒙紫气，一旦认主，人族就完了。我脸色巨变，立刻催动到统金龙在体内与紫气缠斗，通天教主也全力出手相助，可鸿蒙紫气太过强横，我们根本镇压不住，眼看他就要冲进我的神魂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我神魂之中突然冲出一只无形大手，只一个散字落下，那缕无往不利的鸿蒙紫气竟瞬间消散无踪。紫霄宫中，红军猛然喷出一口鲜血，惊怒交加的现身洪荒，却根本查不到丝毫异常，只能无能狂怒，悻悻离去。我和通天教主都愣在原地，全然没搞懂刚才那股恐怖力量的来历。可眼下危机解除，也只能先放下此事。教主，看来红军把你当枪使。哼，本教主当然知道。真是气煞我也！通天教主怒不可遏，我见状叹了口气，劝道：“教主，我还是奉劝你一句，如果可以，这圣位最好不要，趁着盘古大神意志尚未消失，悬崖勒马来得及。”通天教主面露难色，坦言此事牵涉太大，无法轻易放弃。我也不再多劝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，还望教主莫要拒绝。”你说。我以人族气运包裹整个金鳌岛，隔绝所有窥探。沉声道：“巫妖大战无法避免。”我已看透最终结局，巫妖两族双双陨落，不周山倒塌，盘古意志彻底消亡，最终只有天道得利。通天教主面色大变，连忙闭眼推演，顺着我点名的方向，瞬间看清了天道的算计，当即怒发冲冠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父神开天辟地，结果天道还要彻底毁掉父神，欺人太甚。人师可有解救之法？教主元神乃是盘古元神所化，我希望教主能分我12分盘古元神。人师，这是为何？红军想要磨灭盘古意志，算计巫族，我要把这12道盘古元神送给12祖巫，他们秉承盘古精血而生，只因不修元神，才被天道煞气蛊惑，与妖族死磕。一旦他们有了元神，红军的算计便会不攻自破。通天教主瞬间明白过来，二话不说，强忍剧痛，强行分割出12道盘古元神，哪怕面色苍白，气息虚弱，也没有半句怨言。我接过元神，又提醒他，诛仙4剑主杀法根本无法镇压气运，反而会加速截教气运流失，更何况诛仙阵图还在红军手中，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。通天教主瞬间醍醐灌顶，连忙问我解决之法。我告诉他，不周山存有盘古大神的脊髓，他本是盘古元神所化，只要拿到此物，不仅能炼化出一件先天至宝镇压截教气运，还能为将来转修盘古大道留下后路。通天教主激动不已，当即与我约定100年之后一同前往不周山告别通天教主。我立刻回到了祖巫神殿，12祖巫见状纷纷迎了上来，连声赞叹了我此前大战元始天尊的威风。呵呵，见笑了，此次归来我给你们带来了好东西。立刻进祖巫神殿。进了神殿，我单手一挥，12道盘古元神瞬间出现在众人眼前。12祖巫猛地站起身，看着眼前的元神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我将金鳌岛上的事情和盘托出，12祖巫又惊又怒，连声痛骂天道的算计，当即就要收取元神融合。可下一秒，12祖巫齐齐喷出一口鲜血，身体瞬间遭到重创，萎靡在地。怎么回事？我脸色大变，连忙上前。顾晨，这盘古元神有问题，里面有鸿蒙紫气的气息，我们根本无法承受。后土娘娘颤声开口，我瞬间如遭雷击，终于反应过来，红军早就料到了这一步，鸿蒙紫气早已融入了他分给6圣的盘古元神之中。红军，你好狠的手段！我咬牙切齿，连忙问后土有没有解决之法。有，把父神元神放进血池，利用父神心脏慢慢消磨，只要鸿蒙紫气被消磨干净，我们便可融入。我二话不说，立刻将12道盘古元神尽数丢进血池，血池瞬间翻起万丈波涛，轰鸣不止。紫霄宫中的红军只觉一阵心悸，却算不到丝毫异常，只能作罢。看着翻涌的血池，我压下心头的怒火，让12祖巫好生休养，自己则寻了一处安稳之地，准备闭关100年。我脑海中飞速梳理着所有布局，红军早已把所有退路堵死，想要破局，唯有在10万先天人族陨落之前，完善人道功法，10000年之内让人族出圣。可巫妖大战之后，红军必定会腾出手来，全力针对人族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许久之后，我终于平复心绪，心中已然有了决断。既然红军想要磨灭盘古意志，那我就保住盘古意志。只要盘古不灭，人族就会安然无恙，天道的算计也就无法成功。就算保不住，也要拖延时间。我要做2手准备了。轰隆隆！忽然，我的身体之中翻出惊天浪花。此前观摩9转玄功，我心中便有了人族功法的雏形。再结合盘古大神留下的开天记忆，功法框架已然成型。和元始天尊的那场大战，更是印证了我的路没有错。只可惜被红军中途制止，否则当初我的大道便已圆满。不过一饮一啄虽断了我打磨大道的机会，却也让我悟透了9转元功，这人族功法也随之彻底蜕变。我就此入定，转眼100年已过。直到这一天，祖巫神殿之中爆发出一道雄霸四方的气势，外炼钢筋铁骨，内炼宇宙洪荒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彻底明悟了，以肉身为基，
锤炼体魄，肉身成圣，铸就世界臂掌，以人族之气开辟周身窍穴，演化混沌，激活周身细胞，化作无穷力量源泉，再以人族精神为意志，凝练体内规则之力，粉碎一切。至此，身体演化混沌，自成一界。待体内窍穴的混沌破碎，开创新世界之时，我便可凭自身窍穴与无尽细胞之力，最终实现以力正道。人族功法成！一刹那，我周身闪烁金色纹络，整个祖屋神殿都在颤抖，沸腾的血池被瞬间压制，一道可怕的意志席卷整个神殿。我瞬间察觉，祖屋神殿正在排斥压制这股力量，再不出去，人道道统必将被粉碎。念头一动，我已出现在不周山，整个洪荒瞬间震动，无数大能被这股恐怖的人族意志吓得面色发白，诸天众圣也齐齐震惊。他们能感受到圣人级的气息，却又分明不是天道圣人的路数。太清、元始皆饮准提，女娲就连红军都在这一刻面色大变。该死！怎么会这样？人道道统居然完成了！红军的法身瞬间降临洪荒，与此同时，我的法身也直逼33天，与他分庭抗礼。他清楚，人道根基已成，他的所有算计都将成功。这一次，他是真的怕了。顾晨，你敢？有何不敢？我怒目回望，这老东西次次来搅局，真当我是泥捏的？人族之师，今日创立人族道统。住口！红军一声暴喝，直接一掌拍下，要打断我的宣告。可就在同一时间，不周山上一道盘古意志轰然爆发，力压整个洪荒。红军的攻击瞬间被震散，他本人更是被震得一口鲜血喷出。他彻底明白了，只要他敢出手，盘古必定会出手。真闹到那一步，唯一的结局就是洪荒坠入无量两劫。他不敢再动，只能给六圣传下死命令，不计任何代价阻拦我。谁若不从，必遭重罚。一刹那，9天之上阴阳鱼落下，几乎盖住整个洪荒。太清没有丝毫犹豫出手了。他很清楚，我的人族道统一旦昭告洪荒，他的人教就彻底成了笑话。顾晨，你若敢立道统，本圣必定杀你！有何不敢？我为人族之师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螳臂当车？我直接反怼回去，单手一抓，杀伐之枪瞬间成型。本圣乃人教教主，未经本圣同意，你岂敢自创人族道统，行教化人族之责？给我散！太极图携滔天圣威落下，我持枪直刺，一枪直奔太极图而去。洪荒隐隐颤抖，人族道统瞬间大放光华，硬生生顶住了这件先天至宝的镇压。我的气势一路暴涨，玄仙、金仙、准圣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攀升。紧接着盘古幡迎风而长，直奔我面门而来。顾晨，区区蝼蚁也敢自创道统？今日我元始携带先天至宝盘古幡，特来镇压你。元始天尊一声暴吼，携新仇旧恨杀来，我当即喝退了想要出手相助的人。此乃人族道统之争，外人插手只会让人族道统根基不稳，就算打赢了，人族未来也会多灾多难。这条路我必须自己扛。顾晨，快束手就擒！人族道统可为我人教门下，否则今日必定让你身死道消。是吗？我不信。话音落下，我直接燃爆人族气运，恐怖气浪轰然炸开，当场弹飞了太极图和盘古幡。太清和元始脸色大变，可我的气势还在暴涨。准圣中期，准圣后期，一路冲到准圣巅峰，只差一步便可强行入圣。顾晨，你休想！关键时刻，女娲突然出手，山河设计图瞬间落下加持封印，红绣球化作流光，携造人之力直袭我而来。我反手一枪挡下红绣球，却还是被震得口吐鲜血，暴涨的气势硬生生被终止。女娲，你敢偷袭？你给我等着！此战过后，我必定杀上娲皇宫！我怒到极致，一声咆哮，周身金龙咆哮，催动人族道统，一拳狠狠砸在封印之上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女娲、太清、元始3大圣人同时口吐鲜血，气血翻滚，我自己也遭到反噬，鲜血狂喷。可就在这时，2道流光瞬间穿透混沌，出现在我身后，生死危机瞬间笼罩全身。我反手一枪刺出，虽挡下了部分攻击，后背却还是重重挨了一击，骨头寸寸碎裂，一口鲜血狂喷而出，人族气运严重受损，连人族道统都跟着摇晃起来。我猛然转身，正是接引准提2人，还在假惺惺地说着人族道统与西方有缘。我当场破口大骂，怒到极致，直接燃爆人族气运，携人族道统之力，狠狠一拳砸在了接引身上。接引当场口喷圣血，连西方气运都跟着受损，差点被我打得3花晃动。准提吓得脸色惨白，连忙上前搀扶。可下一秒，我的杀伐之枪已经到了他们身前，2人只能慌忙祭出功德金莲抵挡，连连后退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已经满是惧意。回来！太清一声大吼，瞬间点破关键，我全靠人族道统发力，唯有联手消耗，
才能彻底毁了人道根基，否则只会被我各个击破。武圣瞬间达成一致，以太极为阵眼，布下杀伐大阵，要彻底置我于死地。哼，来战！我一声咆哮，周身光芒大作，战意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盘古幡从天而降，亿万丈的高度死死定在我上空，想要定住我的身形。其他圣人见状，瞬间各显神通围杀而来，我直接化作亿万丈金身，携雷霆洪荒之力悍然反击，当场震开了天地玄黄玲珑塔，连盘古幡都被我打得生出裂纹。原始疯狂催动法力修复盘古幡，可我已经没有退路，洪荒无尽杀劫业力疯狂向我汇聚，手中的人族杀戮之枪彻底被染成黑色，无尽杀戮气息释放开来，力压诸天。我疯狂了，直接燃烧了一切，人族道统、人族气运、人族未来，在这一瞬间全部梭哈。给我破！杀戮之枪狠狠砸在了盘古幡上，没有惊天爆炸，只有周边空间瞬间坍塌，被这恐怖一击打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。盘古幡轰然倒塌，化作无数碎片被黑洞彻底吞噬。元始天尊疯了，先天至宝被毁，他彻底失去理智，自杀似的朝我冲来，宁愿拼着重伤陨落，也要杀了我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黑洞轰然爆发，恐怖的冲击力四散开来，元始天尊的身体当场被打爆，太清的大阵瞬间崩碎，女娲接引准提也被震得真身被炸掉一半，齐齐口吐鲜血，就连巫妖战场都被波及。周天星斗大阵，12组巫凝聚的盘古真身尽数崩溃，帝俊和东皇太一被打落洪荒，东皇中都生出了阵阵裂纹，无尽巫妖生死道消，洪荒杀劫彻底引爆。爆炸中心，我身躯残破不堪，精神萎靡，可手中的杀戮长枪依旧紧握，我拼着最后一口气强行站起，血色杀戮金身再次拔地而起。顾晨，我要你死！借助天道元神复活的元始天尊怒气直冲9重天，被我当众击杀一次，他里子面子彻底丢尽，拿着满是裂纹的盘古幡再次冲杀而来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迎了上去，他刚复活根本没来得及休养，盘古幡也威力大减，一时之间我们竟斗了个旗鼓相当。可就在这时，异变陡生，被无边煞气侵染的10大金乌彻底化作杀戮机器，强行入劫，冲出妖族天庭，直奔不周山脉而来。太阳真火席卷大地，无数灵植被点燃，江河湖海快速蒸发，无数人族被活活烧死，10万先天人族的生命力正在疯狂锐减。胆敢屠我人族，定要死！我目眦欲裂，就要去斩杀金乌，可元始却在背后狠狠一击，打得我人族气运瞬间暴跌，我彻底疯了。元始，你找死！撕破喉咙的咆哮响彻天地，我直接引爆了人族道统，这是人族的根基，可我别无选择。一刹那间，我周身法力澎湃，强行入圣，恐怖圣威席卷整个洪荒，我一枪破开元始天尊所有的攻击和防御，恐怖的力量直逼他的面门。不，这一刻，元始天尊的脑袋终于清醒过来，看着杀戮之枪已经到达面前，想要逃离，但是却发现身体不听使唤。在这一刻，仿佛世界的时间变慢了，元始天尊的身体根本跟不上我的意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杀戮之枪一寸寸刺进他的胸膛。下一秒，电光火石，不是时间慢了，是我的速度快到连他这位天道圣人都反应不过来。噗呲，杀戮之枪瞬间穿透他的真身，给我爆！不！轰隆！元始天尊的真身再一次被我当场打爆，全场大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连杀元始天尊2次，打裂他的镇教至宝盘古幡，直接把阐教的气运打到见底。太清、女娲、接引准提，一个个面色大变，身体都在不自觉的颤抖，他们都怕了，怕我这个敢自爆人族道统换战力的疯子。可他们还没从震惊里回过神，就有人失声惊呼，因为我已经化作一道流光，直奔天空上那10只正在肆意屠杀人族的金乌而去。不好，他要屠了金乌！帝俊目眦欲裂，一声嘶吼，手持河图洛书就挡在了我面前。少死！我手中长枪横扫而出，轰隆一声，河图洛书当场被打飞。他在我面前连一丝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，被我一枪穿透胸膛。我儿，快跑！帝俊一口鲜血喷在10大金乌身上，话音未落就被我一枪打爆真身，当场身死。妖族气运瞬间跌落谷底，紫霄宫里的红军气得破口大骂。帝俊本该和巫族玉石俱焚，却被我提前斩杀。可他不敢亲自下场，他怕一出手盘古就会觉醒，这个代价他担不起。我没管红军的暴怒，继续朝着10大金乌杀去。可他们已经趁着这点空档逃回了天庭。想跑？给我回来！我一声大吼，直冲天庭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极致的虚弱席卷全身。糟了，自爆人族道统换来的法力彻底耗尽了。我身形一坠，直接从9天跌落洪荒大地。天庭妖族，你给我等着！待我卷土重来，必定踏碎天庭，杀尽整个妖族！撂下这句狠话，我轰然砸进大地，砸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。这一战，我杀圣人，斩妖帝，用行动告诉了整个洪荒。
犯我人族虽远必诛，可代价也惨烈到了极致。人族气运见底，道统崩碎，只剩一丝残息在不断消散。10万先天人族奄奄一息，我自己也浑身是伤，苟延残喘，全靠最后那一丝人族气运吊着一口气。我很清楚，若是不能赶在这最后一丝道统气息消散前重新立下人族道统，人族的未来就彻底断了。我咬碎舌尖，逼自己清醒，拼了命想站起来，可浑身连一丝力气都提不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声龙吟炸响洪荒，是人道之力，他竟以自残的方式强行给我灌来了一股力量。给我起！我一声咆哮，万丈法身轰然凝聚，声音传遍整个洪荒。洪荒人族听着，吾顾晨，人族之师，今日在此立下人族道统，不破不立，破而后立。人族之道，不依靠天地之力，不遵循天道规则，以精气神立道，以血肉脊梁筑路。可我的话音还没落下，道统的气息骤然停滞，自爆后的残息根本撑不起完整的人族道统。9天之上的天道圣人瞬间狂喜，一个个放声大笑，觉得我大势已去，人族气运马上就要任他们瓜分。紫霄宫的红军更是眯起了眼，笃定我只能做他门下的第7位弟子。就在我心急如焚，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，通天教主的声音响彻洪荒。他为了帮我推演生路，不惜燃烧盘古元神，3000青丝尽数成白，伤了修行根本。人师，人族道统残息不足，唯有10万先天人族自愿献祭，才能稳住道统根基，再无他法。这话一出，全洪荒都炸了。我也如遭雷击，一边是献祭10万族人才能立住道统，给人族留一线生机，一边是不献祭，道统彻底消散，人族当场万劫不复。这是阳谋，是把我逼到了绝路。血泪从我眼中滚落，洪荒天地竟下起了血雨。就在这时，扑通一声闷响，10万先天人族竟齐齐朝着我的方向跪下，哪怕早已油尽灯枯，也撑着身子重重叩拜。人族之师在上，为了人族，我等甘愿自断生机，献祭自身，还望人师成全。话音落下，第一个先天人族当场自断生机，栽倒在地。不，停下！都给我停下！我撕心裂肺的嘶吼，想要阻拦，却根本无能为力。人师，我等自愿奉献，为了人族，我无悔。人师，人族就交给你了，我走得放心。生当为人族开万世太平，死当化为人族之魂，永生永世守护人族。一句句绝笔，一声声誓言，10万先天人族接连赴死，没有一个人回头。他们的意志，他们的气运，他们的不屈神魂，尽数朝着我汇聚而来，为这濒临消散的人族道统续上了最后的生机。顾晨，此时不立人族道统，更待何时？通天教主的一声怒吼，点燃了我胸腔里所有的悲愤与杀意。我对着整个洪荒，对着诸天众圣，对着高高在上的红军，发出气血的誓言：洪荒所有生灵都给我听着，诸天众圣都给我听着，红军你也给我听着！人族今日遭难，10万先天人族死绝，今后我人族必定会讨回来，否则我整个人族全部死绝。人族道统给我立！轰隆，无尽道运席卷洪荒，人族道统在这一刻彻底立住。我顾晨，人族之师，洪荒先天人族第一人，甘愿自动献祭，补全人族道统。我话音落下，全洪荒的大能都吓傻了。而随着我献祭自身，人族道统彻底圆满，磅礴的气运直冲九霄，连混沌都被撼动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周身的气势疯狂暴涨，竟直接触碰到了圣人的门槛。立人族道统引来了天道的成圣之妖，还有漫天的天道功德。我心里一沉，一旦成圣，就会被天道绑定，成为天道的傀儡。我之前做的一切都将白费。我拼命压制修为，可那股力量根本拦不住。就在这时，红军的法身降临洪荒，其余6圣也齐齐现身，躬身行礼，拜见老师。红军看着我，声音传遍天地：顾晨，你立下人族道统，此乃莫大造化，你可成圣，为本座门下第7弟子。如今本座赐你名号人尊，还不快快感谢！我一声冷哼，字字如刀：红军少在那里妖言惑众，道祖门徒狗都不当，想要我成为你的弟子，我宁愿死。是吗？那可由不得你。红军话音落下，我神魂深处骤然亮起点点紫光，一道完整的鸿蒙紫气竟在此时显现，全洪荒都炸了。天地间只有7条鸿蒙紫气，6圣各持1条，剩下的那1条竟一直在我神魂里。这是天道早就布下的局，就是要逼我成圣，做天道的傀儡。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使出浑身解数，想要驱逐鸿蒙紫气，可它早已和我的神魂绑定，根本撼动不了。众圣见状，纷纷放声大笑，笃定我成圣已成定局，只能做他们的小师弟，任他们瓜分人族气运。就在我内外夹击，几乎撑不住的时候，漫天龙吟炸响，10万道金光从我周身爆发，化作10万条金龙，直冲9天。是那10万献祭的先天人族，他们临死前立誓，死了也要化作人族之魂，守护人族。10万金龙齐齐咆哮，一头撞进漫天的天道功德之中，轰然一声，竟直接将天道功德彻底打散。红军脸色骤变，怒气冲天，
紧接着10万金龙折返，冲进我的体内，拼尽全力帮我镇压鸿蒙紫气。可鸿蒙紫气的力量太过恐怖，10万金龙被重创，我的气势还是冲破了圣人的界限。我很清楚，再往前一步，我就会彻底成为天道的傀儡。对不起10万赴死的族人，对不起我拼死守护的人族。不，我不能成圣，否则人族一切都晚了。我眼中爆发出必死的荣光，浑身的气息疯狂暴动。顾晨，你要干什么？通天教主目眦欲裂，疯了一样朝我冲来。红军也彻底慌了，厉声嘶吼：顾晨，停手！成圣已成定局，你若不成圣，人族必遭灭顶之灾。我看着他们，发出了最后的嘶吼。红军，我说过，天道圣人狗都不当，我顾晨更不会做天道走狗，无宁死。通天教主，你对我人族的帮扶，我人族感激不尽。如若我死，人族交由你照看。轰隆！我的身躯，我的神魂，我的一切，在这一刻轰然自爆，爆炸的威能席卷天地。我最后的声音响彻洪荒每一个角落。天道圣人狗都不当，我死了。最后一个先天人族以自爆神魂的方式拒绝了天道的招安，宁死不做傀儡。天地同悲，血雨倾盆，染红了整个洪荒。人族齐齐跪地，哀嚎声响彻天地。通天教主疯了一样释放杀气，12祖巫纷纷落泪，人道金龙发出声声悲鸣。红军闭着眼，深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压下滔天的怒火。大势又被我打乱了，他冰冷的声音瞬间传遍了所有圣人的脑海：10万先天人族全部死亡，人族气运彻底失去束缚，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话音落下，众圣眼中的悲伤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贪婪与兴奋。太清率先出手，太极图化作弥天大网，直奔人族气运而去。女娲紧随其后，山河设计图轰然落下。给我震！接引准提放声大笑，哈哈哈！如此人族气运，自然与我西方有缘。元始天尊更是目眦欲裂，祭出满是裂纹的盘古幡，狠狠插进人族气运之中，疯狂掠夺。五圣齐出，疯了一样抢夺着我用命护住的人族气运。或许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面目吧。一瞬之间，天空之上彻底乱套了，众生为了人族气运彻底撕破了脸。人教太清喊着气运该归他，元始天尊红着眼说自己被杀2次，盘古幡都被打坏，本该先拿好处。西方二圣偷偷摸过来想分一杯羹，连女娲都急了眼，几人当场打成一团，没人管人族的死活。我们的气运成了他们的养料，整个人族都成了这些圣人的傀儡。就在这时，4把擎天巨剑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杀气破空而来，都给本教主滚开！轰鸣声震彻洪荒，诛仙剑阵瞬间成型，把所有圣人全圈了进去。一众圣人脸色骤变，看着阵中浑身杀气几乎凝成实质的通天教主，又惊又怒。通天，你敢对我们立诛仙剑阵？你疯了！都给我住手！通天的声音里满是煞气，双眼赤红，周身翻着猩红的魔气。人族气运是人族的，人师既然托付我照看人族，尔等半分都别想碰。不管是谁敢动人族，我豁出去整个截教，豁出去圣位，也要把他彻底斩杀，连他寄托天道的元神都给抹得一干二净。一字一句，杀气冲天，他周身的魔气彻底爆发，实力暴涨，竟是直接入了魔。红军在紫霄宫猛地睁眼，又惊又骇，可他刚要出手镇压，就被天道直接拦下。魔祖罗碴当年立下的誓言早已融入天道，通天入魔是暗合天数，除了他自己，谁都不能干涉。剩下的5圣对视一眼，竟生出了歪心思。通天入魔，实力大增，我们5圣联手破阵，人族气运平分。话音刚落，5圣的神通就齐齐砸向了诛仙剑阵。可他们没想到，入了魔的通天催动的诛仙剑阵早已不是往日的威力，滔天魔气力压洪荒，剑气横扫而来，5圣当场就顶不住了。太清第一个卖了队友，直接燃烧大半盘古元神，借着太极图强行撕开一道缝隙，反手就祭出弓筒，印想收走人族气运。通天一声冷哼，一道恐怖剑气直刺而去，瞬间穿透太清的身体，直接斩掉了他一条胳膊。该死！太清捂着断臂，抓着空瞳印和抢来的那点人族气运，头也不回地夺路而逃，把剩下4个同伴全丢在了阵里。元始天尊见状也慌了，跟着燃烧大半盘古元神，借着盘古幡就要跑路。女娲急着喊他带上自己，却被他一脚狠狠踩回了阵里，自顾自逃回了33天外。阵里只剩女娲接引准提3圣，诛仙剑阵本就非4圣不可破，如今只剩他们3个，无异于找死。给本教主杀！轰鸣声中，3圣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，当场被剑阵搅成了肉泥。天降血雨，洪荒悲鸣，3大圣人就此陨落。通天收了剑阵，望着我自爆的方向，铁血汉子竟落下了泪。他喃喃着我的名字，愧疚自己没能护住我，更后悔自己没能早点看清这些圣人，看清红军和天道的真面目。他想过自爆圣位陪我，
可他不能。截教需要他坐镇，我托付给他的人族更需要他守护。就在他仰天长啸，满心悲怆之时，不周山方向忽然传来阵阵龙吟，全洪荒的人族都朝着我自爆的方向跪地叩拜，无尽的人族愿力疯狂汇聚，竟凝成了一条万里金龙，横跨整个虚空。我被这股滚烫的属于人族的力量包裹着，溃散的神魂重新凝聚，身形缓缓显化而出。恭迎人师回归！通天看着我，激动的浑身发抖，跟着洪荒人族齐声大吼。我对着他深深一揖，多谢教主舍命护住人族，此恩人族没齿难忘。没事，只要你活过来就好。通天笑得开怀，可随即又皱起了眉。可是你如今根基已毁，只能依靠人族气运而活。我摇了摇头，我顾晨本就是人族之师，这一生本就为了人族，自身如何从来都不重要，更何况大道50，天眼49，万事万物都有一线生机，我自然也有。通天瞬间就懂了，眼里的光更亮了。他提醒我，没了10万先天人族镇压，人族气运如今全靠人族愿力撑着，再不镇压迟早要散。我笑着告诉他，崆峒印不过是红军的算计，我要找的镇族之宝比他强得多。教主可愿陪我去不周山走一趟？甚好，我正有此意。与此同时，紫霄宫里红军已经气得三尸神跳，他看着底下个个带伤的圣人，憋了一肚子火。太清丢了条胳膊，损了大半盘古元神，好歹抢了点人族气运。元始更惨，被杀2次，盘古幡都打废了，半点好处没捞着。剩下3个更是直接被斩了1次，气运锐减。他先拿出乾坤造化鼎，帮元始修复了盘古幡，许了他日后阐教昌盛的承诺，又给了女娲混沌魔神的血肉和造化鼎，让他帮被我斩杀的帝俊重塑肉身，还把帝俊的肉身练得堪比先天至宝，就等着用它来对付。最后，他给众圣定下了计策，等我人族气运溃散，所有人一起出手，帮太清用崆峒印抢夺气运，把所有变数拉回定数。可他们算尽一切也没算到，我和通天此刻已经站在了不周山脚下。通天看着被10大金乌烧得光秃秃的不周山，恨得咬牙切齿。我抬眼望向妖族天庭，语气斩钉截铁：放心，他们猖狂不了多久，等我找到人族镇族之宝，就是10大金乌的丧命之日。胆敢杀我人族，就必须偿命。我们逆行而上，直奔不周山深处。通天早就按捺不住，问我盘古脊髓到底在何处。我告诉他，盘古脊髓是父神的血肉，能不能拿到，全看父神愿不愿意。通天瞬间了然，当即对着不周山跪倒在地，恭恭敬敬3叩首。父神在上，孩儿通天被天道算计，虽历劫教截取1线生机，却无镇压气运之物，还望父神怜悯，赐下脊髓，助孩儿摆脱算计。话音刚落，不周山轰然震动，盘古的威压瞬间席卷洪荒，一道金光直冲天际，直指不周山那处巨大的缺口。那是红军当年为了削弱盘古意志，硬生生挖走的一块，如今反倒给我们留了捷径。